你来找我是想同情我？我没有。谁让你同情啊？你懂什么？你以为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少自作聪明了。林之夏，你少得意，我会超过你的，我一定会。还在因为金百惠的事不开心啊？我在反思，在总结经验。我觉得我情商确实不太够。江玉白，以后你发现我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跟我说，我改。没必要吧？为什么？就按你的方式来嘛，大家慢慢了解以后，都会喜欢你的。骗人，从小到大就你这么觉得。我真的很想解决，你告诉我问题在哪儿？是不是我说话太直了？是。你这表情说明我就是说话太直了。没有。我该不会以前也说过什么话伤害过你吧？7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去测智商，市中心医院免费测的。那时我的智商是174，医生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往上涨。江玉白，你的智商是多少？比我聪明吗？没有，我哪有这么小心眼？你这表情明明就是有。可能偶尔会有吧，但其实我都记不太清了。咱们都这么好的朋友了，有话你就说嘛，别猜来猜去。啊，就比如4年级上半学期，我这么久的事情你都记得？就那次，只有江玉白肯听我讲物理跟数学，虽然他什么都听不懂。那我真的挺过分的。还有你那本《人类观察日记》，你想研究我，是因为我是普通人类。对啊。而且你上面还写，我发现江玉白对著名的广义相对论也一无所知。你不是记不清了吗？怎么还如数家珍啊？好啦，以后这些我会注意的。我觉得我的好胜心有一半都是被你培养出来的。知错就改，我现在跟你道歉，江玉白不是普通人类，是伟大的天才。不需要，我会自己靠实力证明的。好的，江玉白天才。早知道就不跟你说了，走吧。随便你江玉白大王。走啦。耽误大家2分钟的下课时间。这个月底有一个全省的希望之星数学竞赛，会在市里举行。这个竞赛呢是3人的团体赛，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组队参加。报名表要在下周5之前交给我，好吗？来，传一下。下课吧。江玉白，刚才那个数学竞赛，你要不要跟我一队？你也要参加？那我们仨一起吧，正好人数齐了。江玉白，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队？3省6部制是中国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央官制的核心体系。
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成熟。它将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决策、审核和执行3大系统。跟江玉白组队，数学竞赛就是手到擒来，我们早就是所向披靡的充分条件。不过赛前我得帮他把概率题再捋一遍，他总在贝叶斯公式那儿卡壳。我把竞赛前的时间规划做好了，按照这个计划，我们肯定能拿第一。林之夏，我不能跟你组队。赵玉白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组队参加竞赛？林之夏，只要我们一起组队的话，这个比赛就没有悬念了。或者说，只要有你参赛，这个比赛就没有太大的悬念，因为你一直是第1名。说实话，你确实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和我一起当第1名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只不过我不想靠你赢，我更不想当什么天才的队友。我也想看看面对同一场比赛，我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少。那好吧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我们来打个赌，江玉白，如果你考了年级第1，那我叫你一声江老师；如果我考了年级第1，那你叫我一声林老师，以示尊敬，怎么样？林老师。啊？什么？你最后叫我什么？林老师。好，你又想让我喊你林老师啊？你还记得呀，江同学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可是我童年阴影。那不好意思喽，这次你又要有童年阴影了。如果你输了，就要请我喝1个月的草莓牛奶，当做对我的精神补偿。我输了，我还要给你精神补偿？当然了，因为我失去了一次和好朋友参加竞赛的重要体验。你说你该不该给我精神补偿了？那万一我赢了呢？你赢？我没想过这种情况。武轩，我专门来找你。找我？开学图书角里你那本书，歌德尔、艾舍尔、巴赫及异壁之大成。对，这本书真的很难读，希望有一天我能肯下来和你一起讨论。当然。数学竞赛，你找到队友了吗？还没呢。那能不能算我一个？你愿意？你是说？哎呀，当然了。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组队啊？跟你参加竞赛，应该会挺有意思的吧？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你了，我听我妈提起过你。你妈妈是？沈昭华。啊，沈教授是你妈妈？我跟她一直有联系，她经常关心我的学习。应该是她难得碰到一个像你这么有天赋的人吧。我只是对海洋和星空比较感兴趣，看了一些那方面的书。你肯定从小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有趣的事情。我还好吧。那我们说定了，我们一起组队。还差1个人，咱们团队就成了。我去找找其他同学。你们想不想参加数学竞赛呀？不了，我们没这个能力。那打扰了。
同学，你们有没有想参加数学竞赛的？不了，不参加了。江玉白，我们在备赛，你能不能不要分心？林之夏要是再找不到队友，可能都没法参赛了。那不是更好吗？他不参加，我们赢的机会更大。他不参赛，赢了也没意义啊。我是说，如果林之夏不参赛的话，就算我们赢了，同学也会觉得我们胜之不武。去掉一个最高分的比赛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本来就是团队赛，他如果连团队都组不到，那他就已经输了。这样，叔叔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省级数学竞赛，省里最好的同学都参加了。因为这个比赛是一个分组制，班里大部分人呢也都组队了，但是段启言还没有报名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想来争取一下，试试嘛，哪怕机会不大。哦，所以就是说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想参加这个数学竞赛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啊，爸，我一直在筹划着呢。您儿子我只是不知道要参加哪个队。这次竞赛我是相当的重视，我准备到时候拿了名次给您一个惊喜。哦，哎，那不刚好吗？林之夏是全校第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了吗？没错啊，你要是能跟夏夏一组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行啊，那我参加了。开学咱们就开始制定计划。这次竞赛，保2争1。嘿，还挺有志气啊！保2争1，行，反正你爸我这个人呢，一向都是奖惩分明的，而且是说到做到。你们多帮帮他啊！哎，别干聊，快吃水果，吃水果啊！你们先聊着啊，我就等着你这个保2争1啊！太好了，有了沈福轩和段启言，我的竞赛小队就组成了。你干嘛？头上有片叶子，我还能干嘛？啊，我是说，我头上怎么会有叶子呢？怎么就落？我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做了一份计划表，你们看看。OK， 要是在竞赛之前完成这份计划，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？林之夏，这是10天的量。我没问题。OK， 那收拾一下，咱们图书馆见。好。我上个厕所。一会儿找你。我有问题呀！早知道这么累，我就不来了。
段钱，借我看一下你们的计划。不能给你看，你不是我们竞争对手吗？这可是新闻节目。好了，今天中午就到这儿吧，放学之后继续。好，还继续啊？咱今儿这强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你不都看计划表了吗？怎么还那么多废话？其实你基础不差的，只要慢慢习惯竞赛题思维，不光对这次竞赛有用，对你未来的学习也很有用。不是的。啊。段钱，竞赛练习的怎么样了？这简直不是人的生活。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轻松点。展开说说。我看了林之夏做的计划，他强调的还是你们每个人的全面能力，想把你们都变成他。而我们主打各司其职，配合作战。你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超纲的东西，只需要针对这次比赛准备就行。所以，来我们队吗？为什么这2张表上都有段启言的名字？老师，问问段启言本人的意见不就好了？对不起啊，林之夏，我觉得金百惠他们队更适合我。我本来今天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，但是我没想到这报名表这么快就到老师手里。你不都答应林之夏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林之夏他们队的强度太大，我怕我完成不了。之前不都说好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讲义气？哎，这跟义气没关系。报名之前，选手有选择团队的自由，这没错啊。好了，现在事情说清楚了，离报名截止还有2天了，抓紧时间找新队友吧。Q 的等比数列，那把 B 点这个点，设 B 点等于 A 减 A1 加 A2 加 A3，然后听，什么事？你听懂了？听懂了，这有什么听不懂的？讲那么多遍了。是讲了很多遍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。没关系，多学几遍。哎，这样我们可以去我家讲，我家可以大声说话，而且说不定我妈看到我这么努力学习，
一口气把我的宝贝专辑还给我了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我好久没听他歌了。行，收东西吧。那我把这题写完，2分钟。我们在门口等你。好。汤婷婷跟着林之夏蹭竞赛，运气还不错。汤婷婷全班倒数第一，沈富轩倒是还行。林之夏再强，他们的团队也扶不上墙。哎，说的也没错啊。哎，我也好好学吧。有事儿？看来你们对团队的概念很有见解。我倒很想知道，一个逃兵，一个千年老二，还有一个区区第7名，能搭配出什么样的效果？嘿，我去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不都了了吗？他怎么还那么说呀？这沈福轩，他那小嘴一抿，他都能把自己毒死。哎，林之夏，你怎么站着还学习？这道题还有一种更便捷的解法。啊，对，你让我休息会儿，我累了。那你回家再看。我去找一趟江玉白，上课的时候他问我来着。林之夏，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我知道，但江玉白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放心，竞赛的时候不会出一模一样的题目的。江玉白，沈富轩刚才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立场了吗？我一直知道。好，那我们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林之夏，而且我要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目标一致。我感觉你们俩好像燃烧起来了，好有斗志啊！哦，对了，江玉白，你跟林之夏关系那么好，万一啊，咱要是把他们赢了，你们俩怎么办呀？一直以来我都想打败林之夏，这次比赛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现在心里只有对手，没有朋友。哎。刚才老师讲的那题，你能再给我讲一下吗？做功总内能不变。不好意思，刚才老师讲什么我没听。膨胀间距变大，势能升高，动能减少，温度下降。不要照搬课本的理想气体情况，这是个考点，要注意一下啊。自由活动时间结束，大家过来集合。今天下课之前呢，我们来个趣味合作障碍赛，2人3组，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一个协调性和合作能力。现在开始自由搭配、自由组队，但是我强调一个规则啊，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进行组队搭配。好，开始组队吧。找谁去？去。哎，林之夏，找谁啊？我们俩一队吧。好。江玉白，我们一队吧，走吧。我们2个组队吧。邹纯呢？我不是你们队友吗？把我当空气似的。
来，凑合一下。谁？怎么了？感觉你心事重重的。我昨天听你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只是对手，不是朋友。有了这个比赛，我们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其实那天组队之前，孔老师跟我说，你已经具备了提前上大学的能力，而我却不够资格。这句话确实触动了我。这次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机会，所以之前组队的时候，我也刻意不跟你一组。我想全力以赴，不带任何杂念的。跟你来一场纯粹的较量，我也想看看努力了这么久，跟你到底有多少差距。这个比赛对你这么重要？对，非常重要。说你们不应该找我当队友。哟，刁车伟，这次考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别理他。走吧，找个地方帮你估估分。图书馆。又去图书馆，我肚子饿了。先吃饭也行。走吧。林之夏，别担心，你们组一定能进。我等决赛跟你一决高下。放心，这一次我会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我。完了，我都想不起来我写没写名字了。啊？哎呦，就算我写了名字，我这次考的肯定特别糟糕，说不定连及格都没有。你怎么也没信心了？我刚刚才对江玉白放完狠话，如果没进决赛，会不会很尴尬呀？你刚刚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会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我。好像比这个还要嚣张一些。之前我还跟他说，决赛结束之前和他解除好友关系，要来一场纯粹的较量。气氛烘得这么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都怪我，这次丢人丢大了。反正考试都已经结束了，不管进不进，结果都不能改变。今天晚上就开开心心吃个饭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我请客。就考差了，烤串都不香。谁说你考砸了？你不能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，吸引力法则知道吗？
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一种心理学效应。如果你总想坏的事儿，你的生活就会危机四伏；如果你总专注好的事儿，就会吸引来美好的结果。怎么吸引？你的思维和情绪会发出一种频率，这种频率能吸引宇宙中相同频率的事物，所以要向宇宙下订单。这么神奇？行，那我们现在就下单。来，我们这次一定会考得特别好，一定会晋级。我们这次一定会考得很好，一定会晋级。苍婷婷的试卷一定写了名字。苍婷婷的试卷一定写了名字。那我希望今晚我的2位朋友不要这么丧，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个饭。感觉好像真的有点用，我现在好像挺开心的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我们以前像是纯队友，现在更像好朋友了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队友比朋友的感情更深，毕竟要一起经历成败与悲喜，一起共事就会强制性的彼此磨合、彼此了解，在困境中也会互相体谅、互相信任。所以，既然我们都是队友了，那当然也是朋友了。那我们一起干个杯！我们这次一定会考得特别好，一定会晋级，一定！干杯！林天夏，你快找找，我不敢看。走吧。怎么了？不会没进吧？进了。第4。第1是谁？实验中学的益智队伍，胜在分数平均。那江玉白他们呢？哟，这么惦记我们啊？我们不才，区初赛榜眼而已哦。恭喜你们，已经先拔得头筹了。我们队虽然排名靠前一点，但你是唯一一个初赛满分。还有决赛呢。是啊，还有决赛呢。 2人轮流投掷骰子，每人每次投掷2颗。第一个使2颗骰子点数和大于6者为胜，否则轮由另一人投掷。先投掷人的获胜概率是，请作答。4队1号选手，17/12，回答正确。哇塞，这么厉害！ 函数 f(x) 等于根号下 x 减5减去根号下24减3x 的值域是，请作答。又是4队1号选手，请作答。请注意答题时间，还有5秒。5、4、3、2，负3到根号3。 回答正确。哇，你家好厉害呀！他都不用调个颜色，直接心算出来答案了。你太厉害了！唉，这可怎么玩啊？没办法，答错题是要扣分的。 所以在抢答之前，大家都要有十足的把握。可林之夏就不会有这个顾虑，他每次都是先抢，抢到了再算。这么自信啊？他就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有算不出来的题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太吃亏了。如果我们在抢答环节被拉开距离，后面会非常被动。我们要想个办法。第3题。 在一个3×3的网格中，从左上角走到右下角，每次只能向右或向下移动。请问，2队1号选手，请问你确定要在题目没念完的情况下作答吗？题目还没念完，太着急了。确定。好，请回答。
这道题想问的应该是最短路径。6种，有6种不同的最短路径。2队的答案正确。可以啊，你都学会预判了。只有这样才能强过他。后面不可能还是这种难度的题目，他们要是再敢那么猜，就等着扣分吧。后面的难度应该要提升了，就算是零之下，也不可能只靠心算完成。我们不能放松。已知函数 y 等于括号 a 口塞方 x 减3括号sin x 的最小值。好，现在是最后一道抢答题了。方程 x 加 y 加 z 等于2010，满足 x 小于等于 y 小于等于 z 的正整数解的个数为？2队2号选手，请回答。答案等于336843。答案错误，现在可以重新抢答。4队1号选手，你的答案是336675。回答正确。林之夏，我觉得这道建模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马尔科夫链和2项与泊松分布模型？我觉得这种题应该是最适合用概率规律来建模的方法了。我有个想法，用贝叶斯方法如何？我都可以。哎，老姜，你觉得呢？我们队的平均基础能力最好，优势在前端，也就是模型的建立跟参数估计阶段。所以马尔可夫链还有2项与泊松分布的方式，对我们来说最稳妥。这个模型很经典，适用性强，其他组大概率也会选择这种解题思路。那么大家比的就是计算的复杂度，咱们组没有绝对优势。如果4队也选择同样的方式，以汤婷婷的个人能力还有今天的状态，她在细节跟严谨程度上一定会不如我们。所以我觉得林之夏不会这么选，他对他的个人能力太有自信了，所以很有可能会选择强调他个人思维的建模方式，比如灰色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。想要和其他组拉开差距，我认为现在用灰色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更加合适。它可以展现概率模型无法提供的战略洞察力，并且在数据稀缺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攻夺。这种方式更加灵活机动。但就算是林之夏一个人完成的，也不影响他们对最终的呈现。万一效果更好呢？不，虽然他对数学原理的理解很深，但他一定会忽略。这是一个团体比赛。可是这样靠的就是你个人的系统思维和解读能力了，还有什么我能够做的吗？交给我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坦白来说，第4队的理论模型非常完美，但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建模过程中假设不够完善，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会产生影响，但略过了得分项。但如果说在这里你把上述因素用2项与泊松分布分析一下，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？另外啊，灰色预测模型呢，实际上是用指数拟合原始数据，从而建立的预测模型。当这个数据呢不具有较好的光滑性，会产生一定的误差。那这个内容啊就非常明显了啊，就是一个人想出的完整模型，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？这道题考察的并不完全是正确与否，更重要的是团队协作。漂亮的理论加上完美的数据洞察，才能得到满分。整场比赛的最佳选手，我会颁给
这位同学，他的模型是无可挑剔的。但是呢，单从最后一题的考察点来说，我觉得2对的方案更加的均衡一些。所以说，我想给2对满分，4对呢20分吧。恭喜2队获得冠军！赢了！声明，我不知道吗？不许我进来了啊！怎么了？我发烧了，哥哥，你继续帮我请病假吧。发烧了？你这还没我热呢。你这就是故意不想去上课。你别管我了。林之夏，你至于的吗？不就是一个竞赛没拿到第1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你就是从来没有输过，你经历一点坎坷你都受不了。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是最厉害的人，你未来会碰到很多比你厉害的人，你会经受很多的挫折与失败。你这点坎坷都经受不了，以后怎么办？如果我像你心态这样的话，那早就崩溃了。这个是你必然要经历的一刻。来，起来。你别管了。我跟你讲道理嘛。什么都不懂。我没说重话呀。那我上学去了啊。牛奶给你放这儿了，你起来记得喝。Okay, let's go to the second one. The people don't worry because A, B, C, D, E. Who knows the right answer?喂，你好。喂，林之夏，是我。沈富轩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？生病了吗？头有点疼，但没事儿。我爸最近给家里买了些头疼药，很好用，要不要给你送点？不用了，我都快好了。我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再跟你说。哦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拜拜。拜拜。冯老师要是发现你翘课，会被气死的。你快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请假了。
你一天没来学校，我还是挺担心的。我没什么事儿，会自己调整好的。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说。我以为我们成为了对手，就不会这么聊天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挺纠结的。说起来，这是我认识你之后第一次赢。照理说呢，我应该很开心的，毕竟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目标。可是之后我面对你就变得比之前敏感了很多。那天比赛之后，我就发现了你的反常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我怕你觉得我是在炫耀什么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心结是什么？是以前的好友成为了对手，还是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比赛失利？好像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融入，却始终很难做到。从一开始，大家就不愿意跟我组队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可能队友都凑不齐。后来汤婷婷加入了，我真的很想带她赢，以为这样我们俩就能成为关系更为紧密的朋友。而且数学竞赛是我拿手的领域，但我还是搞砸了。比赛其实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。汤婷婷她也有自己的收获啊，所以你不用太在意的。是啊，大家都有收获，都取得了一些成就，我只有满满的挫败感。爱情。